欧盟准备放大招了，原乌100万枚炮弹。之前3月份欧盟峰会的时候，欧洲领导人就讨论要扩大欧洲军事生产能力，在未来12个月内投资20亿欧元，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不过当初只是讨论，具体的实施方式还没确定，现在这事儿已经有眉目了。乌军弹药紧缺的问题，火力军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目前乌军已经实行炮弹定量供给，现在乌军士兵发射炮弹完全由指挥官下令，指挥官说出坐标之后，炮兵再开火。在这种情况下，乌军每天发射炮弹的数量也达到了7700枚，一个月下来就是23万枚炮弹，远超北约的预期，而这么多炮弹都是北约拿库存凑出来的，所以现在不止乌克兰缺炮弹，欧洲那边也缺。俄乌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欧洲的炮弹库存已经不够了。就比如捷克，该援乌的东西都援助了，目前已经没办法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当然，库存不够可以接受，问题是欧洲国防工业的产能也不够，生产出来的炮弹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就比如德国，之前表示自己辛辛苦苦造了半年的弹药，乌军1天都能用完。虽然德国的说法有点夸张，但欧盟目前炮弹产能低下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计划从欧洲和平基金里拿出来20亿欧元，用于恢复欧洲军工业，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援乌100万枚炮弹。对于那些还有炮弹库存的国家，由欧盟出资购买，然后转交给乌军。不足部分，欧盟出资帮助其成员国扩大生产规模，恢复战略储备，然后再选择援乌。在5月初的时候，欧洲防务基金会也提供了2.6亿，资助那些现在目前规模不足的军工厂，提高他们的炮弹产量。目前已经资助了15家企业，只是这就有一个问题：欧洲目前的军工业能完成援乌100万枚炮弹的目标吗？说实话，欧盟想在1年内生产出100万枚炮弹有点难。目前，欧洲11家制造炮弹工厂总产量还不够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但之后不好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能扛起来。欧洲军工业已经萎缩很久了，就比如欧洲最大炮弹制造商之一，总部位于挪威的纳莫公司。这兄弟在9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生产并储存弹药，但是冷战结束之后，各国都开始削减经费，首先被砍的就是155毫米炮弹的预算。就比如挪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没有再向纳莫公司采购过，而纳莫公司战前产量为每年1万枚炮弹，乌克兰2天就用完了。如果纳莫公司能把产能扩张至俄乌战争前的20倍，在2028年年产20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没啥问题，但是很难，而且耗时太长。虽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纳莫公司就已经开始购买金属和推进剂等原材料，但是负责操作生产的机械设备需要到6月才能到货，同时工厂还要扩容，在设备和厂房到位前，产能无法提高。至于新工厂，估计到2024年底才能完工。同时，新工厂还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还必须技术熟练，难度又高了一点。除了纳莫公司，法国内克斯特公司同样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为了满足战时需求，企业员工日常班次已经从1个增加到3个，但是零件和耗材又跟不上了。当然，欧盟也知道自己的问题，2年前就已经意识到欧洲的军工业发展存在严重的短板，所以才会设立欧洲防务基金，提高欧洲军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乌俄战争爆发后，还进一步提高了军工企业的发展资金。只是欧洲过去这些年安稳日子过习惯了，一直推行去工业化，想2-3年就追上来没那么容易。比如能源以及爆炸物供应上，欧盟都打不了包票。不过欧盟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把这100万发炮弹的订单分散出去，在1年的时间内凑齐完全没问题。按照最初计划，有炮弹库存的出炮弹，库存不足、工厂产能不够的，欧盟出钱扩建。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欧盟在订单是全部交给欧盟成员国，还是面向全球军火商，这方面一直有分歧。
法国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表示由欧盟国家全权负责。当然也有反对的，毕竟以欧盟现在的国防工业水平，根本吞不下那么大的订单。双方在4月份的时候一直吵来吵去，最终还是决定要先具体了解各企业的实际产能，再做最终决定。不过，就最新的消息来看，欧盟已经决定自家消化了。这100万枚炮弹仅限于从欧盟和挪威的公司进行采购。虽然欧盟内部一直有分歧，问题不断，但在之前的北约成员国军备负责人会议上，有人开大招了。德国表示可以为乌克兰生产25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占欧盟承诺总量的1/4。这些炮弹都交给莱茵金属生产。火力军说句实话，这没什么问题，德国是能扛大梁的。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欧洲的军工企业的股价都涨了不少，其中莱茵金属直接一跃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商之一，股价累计上涨了150%。同时，俄乌战争也影响了欧洲国家对武器的需求，莱茵金属的订单也创下了新的纪录，去年的订单数额突破了266亿欧元，订单多，钱多，产能自然也多。除了生产豹2之外，莱茵金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155毫米口径弹药的生产商之一。为了提高产能，满足需求，莱茵金属去年新招聘了1500多名员工，现员工总数大约为25000人，预计今年再招聘3000人，以7×24小时全天候轮班制的方式生产弹药，并且莱茵金属去年还收购了西班牙弹药制造商 Expal-Steams， 产能大幅度提高，每年大约能生产44万发弹药，德国许诺的24万发还没到极限呢。总的来说，欧洲恢复军工企业的产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时间多少而已。就当前最好的情况来看，扩建新厂大概率是来不及了，可以模拟莱茵金属的模式，全天候轮班制生产弹药，收购其他小型的弹药生产企业，化零为整，效率或许会更快一些。而且就火力军来看，援乌100万枚炮弹这事儿，不只对乌克兰有利，欧盟也有好处。目前欧盟国家的军事采购活动基本上由各个成员国政府独自掌控，新的联合采购工作将由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欧洲防务局领导，也就是从单人购买转变成了团购，价格低，还顺带加强了欧盟一体化，直接双赢。欧盟都那么出力了，美国作为援乌老大哥，自然也是加班加点造炮弹。按照美国军方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0多万发155毫米弹药，库存也不多了。可以说，美国、欧盟的155毫米弹药储备无法支撑一场大规模消耗战，所以欧盟打算升级自家军工业，将炮弹年产量提升到至少每年100万发，而美国也在升级改造军工厂，加快炮弹生产速度。按照美国陆军的意思，陆军计划投资15亿美元，对政府所有的军械生产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升炮弹产量。俄乌战争爆发前，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能差不多是每月1.4万发，目前已经达到了月产2万发。按照预定计划，到2028年炮弹月产量9万枚，在此期间，炮弹产量肯定是越来越多，能够援乌的炮弹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虽然目前美军装备供应保障局没有提供细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会像欧盟一样自家消化，而是提升国内军工厂产能，同时与国外公司合作。国内公司就是那些私营企业，每家分一点任务凑一凑就行。目前从事炮弹外壳、炸药战斗部包装、雷管以及药包等生产厂家的订单正在逐步增加，专门生产炮弹的企业则再一步扩大。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在与通用动力军械及战术系统公司进行合作，并且与斯克兰顿弹药厂磋商。这个斯克兰顿弹药厂就是美国生产155毫米炮弹的2家工厂之一。美国援乌的炮弹有很大一部分就出自这里。扩大生产的办法也很简单，可以跟俄罗斯那边一样加班加点。
同时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美国陆军现在有15亿美金的资金，不够还能再加。至于在国外找合作伙伴，美国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重提大概率方式跟之前不一样。当然美国不细说，火力军也只能靠猜了。之前找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是买炮弹，不能算合作。这次的模式可能会跟埃及那样，武器换炮弹，双赢。当然，弹药紧缺这个问题不止乌克兰有，俄罗斯也一样。预估俄军每天发射的炮弹是乌军的3倍。俄罗斯不缺普通的炮弹，缺精确制导炮弹。这点火力军之前也说过，俄军火力猛归猛，但有多少用不好说。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就看谁的武器库存多。不只是欧盟要扩充弹药规模，就连俄罗斯也开始提高产能。另说，俄罗斯现在弹药供应充足，特需武器产量猛增6倍。按照俄罗斯自己的说法，俄武装力量今年已经获得了足以对敌人实施有效火力杀伤的弹药，估计就是精确制导弹药。与2022年初相比，主要武器种类的产量增加了 1.7 倍，特别需要的武器种类的产量增加了6倍，并且每天修复武器与损坏武器的比例达到了3:2，也就是说够用。这点不是没可能。俄乌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就开始动员国内的军工企业，开足马力弥补前线损失，比如快速起风封存装备，稍微改进一下直接拉上战场。特别是去年7月14日，普京还签署了关于保障俄罗斯武装力量以及其他部队和组织在境外活动的法案。这个法案其实已经具备了全面动员的性质，比如政府有权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以保障俄在境外开展活动，包括更改供应和价格合同条款，临时恢复动员能力和设施生产，并且把加班、夜间工作以及周末和节假日工作合法化。军工厂直接3班倒，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公司不能够拒绝签订国家采购或者是军事订购的货物工作。这个法案实施后，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生产就开始大提速，所以炮弹暂时够用，火力军并不意外。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给普里戈金炮弹？之前普里戈金在深夜拍摄了一个撤军视频，并且口吐芬芳，大骂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表示瓦格纳在前线流血卖命，弹药存量却不够。普里戈金多次要求俄国防部提供弹药，但一直被拒绝，所以要撤出巴赫穆特。说实话，就结果来看，估计瓦格纳这是跟俄国防部唱双簧。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5月10日就要撤，结果呢，现在却以更高强度的攻击力打击巴赫穆特方向的乌军，所以很有可能俄军根本不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乌军在巴赫穆特方向每天都要承受大规模的炮火攻击。从巴赫穆特战区的交火视频来看，普里戈金发撤军视频的当晚，整个乌军阵地的炮火就没停过。瓦格纳很有可能是放出假消息引诱乌军。总而言之，乌俄战争目前已经是拼后勤了，谁的火力猛，谁就是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欧盟、美国、俄罗斯和军工企业都在加班加点生产炮弹。不过，乌克兰背后是欧洲、美国，而俄罗斯孤家寡人一个，注定耗不过。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炮弹库存能撑多久？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